過去這幾個月，台灣處於一個極其複雜的風暴中心。這場戰爭有3條戰線同時在開火，軍機在天上，假賬號在網絡上，而白手套就在攝影棚裡。我們從最近發生的幾件事來看，去年底，中共圍台軍演“正義使命2025”，單日出動130架次共機，創下紀錄。甚至還有火箭彈弱點進入我方臨界區。今年4月，賴清德總統出訪友邦史瓦蒂尼，專機卻因為中共施壓，被塞西爾、摩里西斯、馬達加斯加拒絕飛越領空。回到國內，國安單位追蹤到社群上有超過45000組假賬號，散播了230萬則假訊息，目的是加劇台灣社會對立，削弱台灣人的抵抗意志。更驚人的是，前中天主播林承佑遭起訴，檢方指控他長期收受中國方面資金，替敵對勢力制作影片，甚至涉嫌透過白手套方式接觸現退役軍人，換取軍事機密。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不同新聞，但其實他們都是同一件事。都是中共對台同一套戰略的不同面向。想對抗這些威脅，我們必須知道自己對中共的了解有多深。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教授提供了最透徹的答案。多年來，我們總是以為中共要的是領土完整，但余茂春指出，中共執政70多年來，割讓給蘇聯、蒙古的土地比台灣大上幾十倍。對中共來說，台灣真正的意義是解放事業的未竟之業。這就是為什麼對台部隊叫人民解放軍，因為在他們的邏輯裡，共產主義要解放全人類，而台灣是這場聖戰中還沒完成的拼圖。他根本不在乎台灣人民的意願，因為人民這2個字，從來都是他說了算。余教授曾提出更清楚的解釋，中共最可怕的不是說謊，而是他有一整套思想系統，能把謊言講成真理，把侵略講成解放，把統戰講成交流，把投降講成和平。很多人直覺認為中共就是愛騙，但余教授提醒，用騙這個字其實抓不到本質。一般的騙是知道真相卻說假話，心裡會有愧疚感。但中共是列寧式政黨，它的核心邏輯是，共產黨代表歷史的先進性，為了實現這崇高的歷史使命，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。在他們的政治文化裡，宣傳從來不是貶義詞。所以，當我們看到230萬則假訊息時，我們會覺得那是造謠，但對中共來說，那叫對台工作，叫講好中國故事。他做這些事是完全不會心虛的。只要目標是民族復興，那滲透可以叫交流，威嚇可以叫維穩，收買可以叫合作。而且，中共從不說自己獨裁，他說民主集中制，從不說自己控制言論，他說依法治理，從不說要併吞台灣。他說完成祖國統一大業。你會發現，中共最厲害的地方不只是武力，而是語言。他會重新定義每一個詞。這也是為什麼中共一邊喊兩岸一家親，一邊持續軍演，一邊說和平統一，一邊封鎖台灣的國際空間。因為他口中的和平，其實不是和平共存，而是讓你失去反抗能力之後的安靜。這點，最近幾件事情其實非常明顯，像是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團訪中，北京刻意透過政黨、地方、民間管道對台釋放訊號，表面上談的是和平交流，但背後真正的重點是，他想繞過台灣民選政府，直接影響台灣社會，這就是統戰最典型的模式。現在這場解放戰爭已經演變成精密的心理戰。中共不是拿槍逼台灣人投降，而是先創造一種
只要跟北京談，事情就能解決的社會氛圍。久而久之，它改變的不是台灣人民的立場，而是台灣人民的心理狀態。這也是為什麼中共現在最重要的戰場其實不在台海，而是台灣人的認知。因為他知道，要摧毀一個社會，不一定要先炸掉機場或電廠，他可以先炸掉你的信任，先摧毀判斷力，先佔領語言。那45000組假賬號的目的，不是要你愛上中共，而是要讓你懷疑政府、懷疑民主、懷疑盟友，甚至懷疑台灣值不值得保護。當社會開始相信，反正美國不會來，反正抵抗也沒用，不如早點談一談，那中共其實已經成功從心理戰就登陸了。林承佑案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。檢方指出，他涉嫌利用主播身份做掩護，長期收受中國方面加密貨幣資金，在大罷免期間制作指定內容影片，甚至連腳本都需要送審，發布後再回傳流量數據請款。這其實已經不是傳統印象中的共諜，而是21世紀的新形態滲透，不用現金，不留紙本，用虛擬貨幣支付，用社群平台投放內容，再透過媒體人、網紅、意見領袖包裝訊息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涉案的人到最後甚至不覺得自己有問題。這就是余教授引用過的德國政治思想家漢納爾蘭的一句概念：平庸的邪惡。意思是，當一個人的黨性或利益取代了人性，他在做傷害國家的事時，他會覺得自己只是在工作，甚至真心相信自己沒有錯。這也是中共統戰最可怕的地方，它不只是收買你，它還會讓你相信你沒有錯。所以最後，台灣真正要面對的問題，可能不是會不會打仗而已，而是當中共每天用軍機、用假訊息、用經濟利益、用輿論操作，一點一點改變台灣人的心理時，我們有沒有能力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和平，什麼其實是勒索？面對中共這種全方面的滲透與霸凌，台灣該怎麼辦？余茂春提出了5個字：強、穩、斷、準、硬。強，競爭要靠實力，包括軍力、科技與社會韌性。穩，保持溝通，避免誤判，但前提必須是不信任要核實。斷，在半導體、雲端等關鍵領域，絕對不能依賴中國。準，對台海和平、技術竊取等核心議題畫紅線，絕不退讓。硬，把民主防線守好，不讓中共利用民主的開放性來制造分裂。因為中共最擅長攻擊的，從來不是你的飛機或飛彈，而是民主社會內部的裂痕。除了政策面，我們每個人也要守住2件事。第一，守住民主程序。任何涉及主權的交流都不能躲在黑箱裡，不能繞過民選政府。第二，守住辨別真假的能力。當對方一邊說兩岸一家親，一邊買斷別國領空，阻止台灣飛機通過時，我們就該看清這套話術的真面目。